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老梁故事会，我是老梁。今天我说这个话题啊，是咱们当前社会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什么现象？看风水算命。这些年来啊，我们会发现街头巷尾经常有那么一个小商铺，外边写着风水啊、八字啊、命相、命理呀、起名啊之类的。尤其是一些风景区里头，遍地都是这个。咱们今天要说这现象，就是风水命理对中国社会到底有多大影响。那么首先有一点呢，咱们得明确，有人一提说风水，封建迷信，什么周易八字，封建迷信，这是我们长久以来形成的一个根深蒂固的观点。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呢，比方说北大85年开始就开风水课了。当时有个老师，我记得叫于西贤，教风水的老师。后来像武汉大学好多地方也都开了风水课了。就说大学里开风水课，说明什么问题？风水不再是我们过去认识的那种单纯的迷信。有很多人认为风水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让你住这个地方啊，待这个地方感觉舒服、和谐。它包括有地理学、气象学、生态学、自然景观学、物理学、磁场什么的，这些都包括在内了。还有包括人的心理影响，很综合的一门学问。也就是说，现在起码呢，我们这社会承认呢，风水里边呢包含一定的科学道理。只不过过去呢，有很多术士披着风水的外衣，把其他杂货往里塞，搞得它跟封建迷信、跟玄学似的。其实这里头有一定科学道理。那这种科学道理，其实在中国是普遍应用。过去我们说青龙蜿蜒，白虎驯虎，玄武垂头，朱雀相虎，这些过去风水的基本道理。其实你会发现呢，风水学基本道理搁到现在你一套呢，往往就是山清水秀，看起来格外协调的地貌。就是它这里边首先一个人到这环境觉得顺心，很可能对你做什么事情呢就有好处。所以风水学呢，是我刚才说的诸多科学一种集合。现代人研究风水干嘛呢？就要把那些糟粕因素剔除掉，留下精华的。而这种现象呢，在中国好多地方其实都在应用。我们找看风水的了，因为风水呢，好多地方的人一提还觉得这迷信呢，其实现在是里边包含着很多科学道理了。所以有些地方啊，他认可这种传统文化的精髓，他要应用。所以你说哪个地方修条道啊，建个什么这个地方广场那个什么的，说找人看风水，一般都找，但他不肯承认，就起码找人指指点点。你比方前面我说北大那个于贤教授，他曾经呢就给长沙做过风水规划。什么规划呢？长沙有一个五一路，这个五一路当初两边乱七八糟，要不要整改，要不要把它拓宽？于贤说绝对应该拓宽。他为什么呢？好的风水，咱们看湖南啊，长沙，这是这个衡山，南岳衡山，一直到岳麓山，中间72峰，岳麓山是最后一个。那么到岳麓山这块呢，下边是湘江。风水上讲呢，这个好风水呢，龙脉我们说嘛，遇水而止，遇风而上。到了山峰这儿到水了，停了，怎么样它延续呢？这种山水结合的地位是风水最活跃的，要把它延续导引出来。正好岳麓山下湘江畔，长沙城建立了，是很有活力的地方。怎么把山水之间好风水导回来？这个五一路是导引风水的重要枢纽，把这种灵气导过来。所以五一路很重要，要拓宽。这实践证明长沙也是照这个来的。而且我们看这个城市修了这条道之后，你在青山绿水的掩映之下，非常有活力。所以说这个其实严格意义上讲，单纯就从生态学、从自然景观学上讲，它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你再比方说南京那个火车站建的很有道理。就是我记得2005年十月会的时候我去了嘛，南京火车站刚竣工。一般来说呢，一个大的建筑面前这条道，这个位置叫明堂，一般风水不能被破坏。可是呢，你这前面这公路你要不动它的话呢，火车站人出去就到公路，非常容易出车祸。最后怎么办呢？把这路往下降，然后建立
地下的这个广场，人从地下广场出来，直接奔地铁站。上面车怎么走呢？有个环路绕过来，直接进到火车站接人这个广场上面这个2层这，这样就躲开了对明堂格局的破坏，而且也避免了交通事故的发生。这其实从风水学来讲是典型。你没事你到这个北京故宫你看看，四四方方的整个4、9层，那是风水的典范。这过去建筑的时候没有不找这个风水师来给看的，来看看格局怎样行不行。只不过有的风水师为了多挣俩钱说一些虚头巴脑的骗你的话，这常有的事。当然城市规划呢，也有人把它呢跟现实的状况联系到一块儿，增添很多迷信色彩。那么有过一个调查，就是关于全民科学素养的调查。2007年一个调查呢，说老百姓里头认为这个风水八字是得信的，占21%。说后来改建几个牌楼就把这煞气给化没了，这个基本是无稽之谈。而这种事极端到了什么程度呢？山东泰安市以前有个干部叫胡建学，市委书记，最后这不判刑了吗？他信到什么程度呢？有风水师跟他说，你呀能当副总理，这都哪跟哪的事啊，但是你缺个桥，他怎么办呢？把正建着一条高速路非从水库上走改道，然后名正言顺的建座桥，一下子使当地多耗费了10几个亿的资金。你说这不罪大恶极吗？都判刑了，该这是你他信这些破玩意儿乱七八糟的。可是这种现象呢，往往在我们有些地方，尤其是小县城一级，你像河北高邑县，明明这路直着通过来，非中间建了花坛式给挡住，完路分到两边去，造成拥堵。花坛上面支起来，找一个报废的民航飞机搁上头做个雕塑，这叫飞黄腾达。安徽有个望江县，建了一个比白宫还得大好几倍的政府办公楼，最后建完了，有个风水师问你这个谁在这里的这官当不上，上不去。结果县里领导把那楼呢强迫卖给地方医院，你说造成多大的损失？等于白建另建办公楼。这滑稽甘肃古浪县出了个什么事呢？县委书记带头从外面搬一个400吨的大石头，敲锣打鼓的还烧纸钱，把这石头安到广场上，什么寓意？叫时来运转。你这是哪跟哪的事？河南卢氏县出过这个事，县委书记呢一看政府盖个大楼，县长在里头吗？那牌楼高，风水师说他压你风水，你就上不去。这县委书记责令县政府把牌楼给拆了。去年我记得咱们官方杂志《半月谈》杂志不就登了一篇文章吗？说有的领导干部偷偷摸摸的用些巫术风水术来对付这个一些行政上跟他竞争的对手。那个文章发表之后，在《半月谈》发表以后引起很大反响。为什么会这样呢？咱们实事求是说，这里头不是一点道理没有。就是我们有时候官场这个升迁风云莫测，有的时候不完全以政绩什么的人脉资源，甚至突发事件可能都会影响人风水上如何。再一个，社会这种变化诱惑人的欲望太多，人往往在这个欲望当中怎么把持自个儿是回事，他不像过去人思虑那么单纯。所以说越是花样繁多的，越是乱乎的情况下，人越容易相信命总想去把握这个东西，总想有一种冥冥当中一种力量能推着自己前行。而且过去你看有句话，算卦有句话叫官问行，富问灾，平民百姓问发财。这当官一般都问我什么时候有难，哪个坎儿？这个经商的人问我啥时候有灾。要如果这样算不出，你给我看看我啥时候能发财，这一准是小老百姓。为什么呢？他越是掌控的资源越多，他越发现他掌控不了的资源越多。古希腊有个哲学家叫芝诺，学生问他，老师你学问怎么这么大呢？芝诺在地上画俩圈，一个大圈一个小圈，说你看这小圈就是你们的学问，这大圈就是我的学问，我比你学问多吧？可是你看圈外还有那么多空地咱不知道。就是他掌握的资源越多，他越发现掌控不了越多。而且我们看从改革开放到现在这些年来，市场经济的变化也非常大。人什么时候容易信政呢？比方说我们计划经济年代，我现在是副科级，干2年正科副处
你知道你升迁的规律你都掌握，孩子小学、初中、大学你也知道，自个儿今天挣这些钱，明天涨一级工资，再涨一级工资你也知道，你心里头踏实，你知道明天的我什么样，好不到哪儿去也坏不到哪儿去，这时候还算啥命我都知道。但是呢，现在市场经济社会是多元的变化的，你往往不知道你明天是什么样，你今天 CEO 这坐着，明天可能下课了，不了解明天什么状况，心里没底儿，寻求一种锦心仪的东西来做心理安慰。所以现在有好多人信上风水，信上命理，他的道理在这儿。再一个，当时的意识形态里边呢，对这些东西是极为排斥的。49年建国以后呢，咱们主流意识形态早自救。再一个，我们当时很多领袖人物呢，不提倡这些东西。你比方说周总理，有一点很了不起，为了响应地方的开发田地的运动，把祖坟平了，然后修梯田。这可以说作为一个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有这样的勇气跟魄力，我们非常佩服。包括总理死的时候，遗嘱把骨灰撒到江河里，很了不起。那么他为什么周总理能有这样魄力呢？周总理小时候亲眼见到了，他的家庭已经没落了，可是当他的生母死的时候，他的外婆就他姥姥非要按照，因为他原先他爷爷他们家是知县嘛，是吧？他姥爷家知县，就按照知县的千金小姐死的规格，那样下葬的话，那得花多少钱？当时周总理的家已经没落，给逼的周总理的父亲没办法，暂时把他周恩来的母亲呢这棺材放在这个一个庙里边等着，过了20多年凑了钱了才把他下葬。当时年幼的周总理心里就想，这外婆平常很疼我，怎么这时候心就这么狠呢？明知道家里情况不行，非要大操大办的埋葬死人。这个中国有句话，死人不麻烦活人呢，是死人要紧还是活人要紧？所以周总理本能的对这个事情是排斥他，所以他后来才有这样魄力，这就形成了我们当时一种主流价值观。但是时间发展到今天呢，好多的时候呢，人开始呢希望呢总有种冥冥中的力量能帮助自己往上走。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改革开放之后呢，华人文化的地区你别忘了还有香港和台湾，一开放了，港商台商来投资来了，跟这边一交流，香港和台湾可是对风水命相这东西特别信。你看什么香港黄大仙了，香港毕竟它是有英国文化在里头，有的时候呢还有一些科学的东西平衡。台湾往往是这方面的重灾区，还不少台湾人把出点事看风水看命相当成就跟西方人看心理医生一样，其实等于变相的寻求心理安慰。而且台湾政坛非常信这个，从蒋经国开始到往后李登辉、陈水扁，到现在马英九，包括什么这现在的这些宋楚瑜啊，什么一个个都很信这些东西，信风水信命相。那个时候蒋经国执政的时候，把大清最后一个钦天监纳兰封为国师，就什么事都问他。什么叫钦天监？管天文历法。你看那个明朝时候和清初的时候用过外国人汤若望和南怀仁当过钦天监。这纳兰是大清宣统帝时候最后一个钦天监，蒋经国用着他，什么事问问他。李登辉本人是个基督徒，可是命相八字什么都信，风水也信。陈水扁是这个教派那个教派，这个风水那啥全信。陈水扁那个时候陈水扁时期呢，台湾有个所谓的国师姓陈，这个人呢大伙都说他神，说他有一次给一个法院副院长摸骨，说你呀能当上这个地方的县长，大伙都笑，说他一个司法系统的还能当什么县长？转过年真是当上了，因为前任县长突然死了，他就当上了。还有一次给2个当官摸骨，说你俩都能当上县长，大伙都乐了，都当县长，这一年得换几个人？结果头一个人一选当上了，半个月以后出车祸死了，第二人接他上来，俩都县长。所以说这大失灵啊！所以在台湾你看这样的事非常多。我跟那个台湾电视圈的人有接触，
有一次在这个一个研讨会上，台湾那边过来搞电视说，拿来他们的袋子，我一看，台湾的节目里头，哎呦，那些算命的太多了。这个他比方说台湾节目里头有关政治辩论的很多，完了下面经常接些算命节目，啊，这个人的运势啊，他能不能发财，能不能升官，甚至什么大 S 汪小菲能不能结婚呢？结婚以后生头一个孩子是男是女的，都搁风水命理的来断。其实已经把它严重的娱乐化了，大伙拿这个就当个笑话听。台湾有个研究这个的命理的叫詹维忠，我在凤凰卫视的时候跟詹维忠一块做金牌大猜想的节目，那个节目就多少受香港和台湾节目的影响，里边有请来星座小王子来算星座，又请来另外一个人搁塔罗牌算命，又找个风水大师，又找懂周易的，然后现场断奥运会冠军谁怎么着。其实这不是宣传迷信，这就是娱乐，让大伙乐呵而已。所以这种事在台湾成了家常便饭。你比如歌三唱五的就有的，这个台湾某个当官的找一个算命的看风水的，给自个儿看看我这宅子怎么样啊？这儿添棵树啊，那儿搁个娃娃镜啊，这儿反煞呀，那儿犯冲啊，你给我看看，非常常见。所以对于台湾来讲呢，不光是当官，普通人都是。有点事儿呢，去找算命的，去找看风水的，那个道理就跟那个西方人有点事找心理医生一样，他其实是解决心理上的一些问题。那么其实由此看来呢，我们现在中国社会也是如此，很多人去找这个人，正是心里不踏实，他才相信这个。而这些风水师呢，为了能拿住这些人，那嘴里头有时候满口都胡话。真正的搞这个东西的人，道行高的人，他是研究。一旦他用它挣钱了，即使他水平再高，也有骗人的刚口。这个在江湖上叫星家尖赛神仙，就真的假的都得搁一块儿，才能把人钱糊弄下来。所以有的你到街上看他算命的满嘴胡说八道。你记住我说个道理，你听着。你在风景区要碰一个算命的，比方说道上碰一个，老准是大哥面相好啊，但是你最近犯小人呐，怎么一道话，这叫扣瓜，吓唬你的。是咱跟人打交道，你谁能一辈子顺利？要有点不顺的事，那不就犯小人吗？还用他说那废话？他一定吓唬你说你有灾。要到哪个地方什么烧香拜佛的，你发现要抽签儿。其实佛本意根本不管算命的事儿，有的所谓庙里那抽签儿，那纯属糊弄人的。你一抽签儿一看，不是上签儿就中签儿，为啥他给你安排的？怎么安排？抽着上签中签你高兴啊？下次一想，哎呀，那会儿是我佛地，我还来敬献江佛，我的福地呀，什么啥，他把钱弄出来。好比路上碰你算命的，这就是行商，在那儿庙里烧签那就做商。这个做商，他希望你再回去到他那，行商蒙你一把拉倒了。所以这些叫金买卖，算卦的买卖，吃开口饭张口，他就有骗人的东西。所以这些事儿你万万信不得。所以你看，其实所谓的这些风水命相，除了里边有一点自然环境方面的科学道理，剩下基本上都是些糟粕东西。可是这些东西呢，在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传统之下呢，非常容易给人心理暗示。就是任何一个朝代都是这样。这种思维方式呢，有沉淀物，有派生物。沉淀物就你这民族留下来的，就我刚才说批八字啊，看风水啊。派生物就是外来的，像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共产主义，这都外来的。这两个东西之间会形成尖锐的冲突。但是无论怎么冲突，派生物也别想彻底消灭沉淀物。这沉淀物隔一段时间就会沉渣复起。你无法用一种更先进的东西把它完全掩盖，因为它是滋生在你这片土壤上已经上千年了，有的好几千年了。所以现在中国人对风水命理有的时候相信不足为奇，这是民族文化的一种正常反应，就看你能不能把它摆到适当的位置。有的时候人听这两句就是姐姐心仪，希望自己能宽心，但其实这样你还不如静下心来多干点好事。周易上讲，这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厚德载物是什么意思？老天爷给你的就是杆秤，这边是德，这边是物，就你的物质欲望这什么，这边你的德行，德物得平衡，你才能够实现人生的和谐。万一一灾，你这德少了，这物质欲望上来了，你怎么办？一种是厚德，把德提上来；
就共产党员加强自己修养。另外一种什么，把物减下来，降低自己物质欲望，别那么贪婪。所以得物平衡，人生才能实现和谐，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说这个道理就是什么？就如果你要是想到自己怎么着，你不如去多行善事。多行善事之后呢，你心地自然清明，少做恶事。外边警车在这一叫唤，你心里直扑通，那日子好过吗？有多少贪官是那样，贪俩钱吓得搁到哪儿都不知道，还不敢享受。有那么一个贪官吗？自己家里头都好几千万，对吧？骑个破自行车，穿的破破烂烂的，你说你图什么玩意儿？所以心里头宁静，心里头踏实，人生才能自然。哎，你干什么事才能够有底气？所以咱们传统有句老话说的非常对，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我们说张本在短短的这么几个月之内，一下子由天堂几乎就到了地狱。那么说张本这个事儿声势闹得这么大，现在上上下下也都在批他。有人举说当年台湾那个林光常号称地瓜博士，卖营养餐，说什么牛奶是给牛喝的，不是给人喝的。有人还举出其他，有人说吃生泥鳅什么的，这个能够养生，后来都吃出毛病来，把这些事弄到一块儿，把这个也当作一种证据来批张本。我现在我就想跟大伙说这么一件事：任何一个我们说妖言惑众的人，他要不是抓准了群众当中有相信他这个的基础，他绝做不到这点。那变相化的人多了，有几个人能做到张本这样？全国信他的这么多，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信张本？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是我们现在社会也是看病的，大伙都知道，看病贵，看病难。到大医院，你比方北京这个同仁医院、协和友谊，你挂号去吧，这3家医院，最后你要想再看病，非得从号贩子手里好几千的买一个号，这仅仅是挂号，到住院再看病，前前后后那医疗费高的吓人，而且看一场病得非常非常难。我见到多少个外地来的病人求大夫快点给我安排上吧，要我们在北京待一天呢，我们俩花钱花太多了，这很可怜。那么现在突然间冒出一种疗法，告诉你不用上医院，不用去找大夫看病，你家里厨房就药房，菜市场就最好的医院，你买了这些东西吃，它都是便宜的，绿豆茄子没多少钱，吃完了你病就好了，这你能没信吗？如果我们可以用很低廉的价格，或者全民都在医疗保障范围之内，不用花多少钱，很容易看上病，你琢磨琢磨还能有多少人信张本的呢？就是看病贵看病难，突然出现这么一种情况，有可能治好，那你会把它当成大救星的。再一个，我把追捧张本的社会原因归结成3点，是什么呢？人口老龄化、疾病年轻化、医疗过度化。首先一个，咱们中国社会现在初步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在家退休，他闲着没事干，他琢磨什么？多活2年吗？就开始琢磨养生。他琢磨养生不要紧，把家里人都给带起来了。为啥呢？有不少孩子，你像我下面编导，有的跟我诉苦，哎呀，梁老师，我现在晚上下班不敢回家。我说为啥？一回家我妈就让我喝绿豆水，吃生茄子。我说那你先想吃点好的都不行啊，非得吃这不可。你看，就说以老年人为主的这个养生市场，它带动了不少人。我们也知道这老年人呢，经常舍不得吃，舍不得喝，比较节俭。可是你会发现在养生和治病上，他舍得花钱，因为啥？谁不想多活2年？谁不怕死？所以你看，我认识过几个卖药的，他们就跟我说：“哎呀，这从老年人身上整点钱治肺疾，你卖啥都不好使，你就卖点人糊弄的好使。”这话说的缺德，说的极端，可是话糙理不糙。真一些老年人就信这个，只要对养生有好处，你不管怎么他都信。第二个，疾病年轻化。什么叫疾病年轻化？你比方说我今天刚这是没到40呢，糖尿病。就现在由于我们这波人呢，吃了一些有污染的东西，再加上生活不规律，我们不该这个年龄得的一些中老年病我们都得上了。这一疾病年轻化，
那么年轻人就琢磨了，这得治啊，得什么的。那么你这时候身体呢还不属于衰老阶段，所以要特别强调养生这一块，尤其是养生跟医疗并行。所以这疾病年轻人得的多了，那么养生相应的也得到重视。本来过去我们一提养生都是老年人事儿，现在不是，年轻人同样注意养生。所以这几年你看养生什么牛鬼蛇神都冒出来了，他各电视台里讲的这些有道理没道理的都出来了。这不有人说食疗它没道理，那这个吃绿豆啊，吃这生茄子过度也不行，食疗得像医学一样得有个标准呢。呼吁卫生部尽快制定标准，制定标准。甭说食疗，就是中医跟西医比，西医是有标准的，中医是没标准的。好像这个也能治好，那也能治好，其实它没有一个细致的标准，这也是妨碍我们祖国医学中医发展的一个最大的途径。所以你说连中医本身它标准都模糊呢，何况中医附属的一个产品食疗呢？吃多吃少呢？当然张哥很聪明，食疗这东西有个好处，吃不好也吃不坏。你说你就喝绿豆水，你吃生茄子，那么自己吃出多大毛病呢？它不同于吃假药，最多你绿豆吃多了，喝点凉水，可能你排泄各方面有点不顺，顶多是这样而已的。所以说你在这块呼吁他制定一个标准，这是非常困难。人口老龄化，疾病年轻化，最后还有一个医疗过度化。咱们现在人这保健意识和常识出现点问题。比方说一感冒，所有人都选择马上去吃药去，到医院大夫一看，当然这是医院的不好，平平常常一个感冒花你几百块钱常有的事儿，给你又打点滴又干嘛的，其实用不着。有的可能你身强力壮，利用抵抗力挺挺过来了，有的喝喝热水再加捂汗就好了。可是现在一有点小病，要大夫跟你说不给你开药，你去找大夫，你说大夫我感冒了，大夫啥药不给你开，回家就挺挺过去了，你肯定得把这大夫八辈祖都骂出来，恨不？他要给你开不少药，你心里倒踏实了。这是什么？这叫医疗过度化。咱们每天接触的药太多了，你现在咱们回家打开家里抽屉，你看看，好多人家里，尤其有老年人在家里，那抽屉一打开，里边一下子药都，就我们吃的药太多了。可是大家不是心里头都坦然，这药一多，你心里就琢磨，哎呀，你说是药三分毒啊，我吃这么些药对身体是不好。你心里隐隐拿它当回事，当个隐忧的时候，你就想到，哎呀，还是这个养生，咱们你看药补不如食补吗？好多人就忘了食补不如动补，不少人没时间体育锻炼或者懒不愿意锻炼，都想到吃点药是省事，可药多怕有副作用。哎，那吃东西吧，就吃痛快还能治病。所以你看，医疗过度化，吃药太多，大家害怕了，怕有副作用，反过来想通过食补的方式来进行。所以这个是食疗，张本的食疗能短时间大行其道的一个重要原因。咱们呀，不像有的那个电视台和这报社似的啊，昨天还吹捧张本呢，什么神医啊，什么治各种各样的病啊，到今天翻过脸来就把人批个什么也不是。今儿个呀，老梁说天下了，用事实说话。怎么用事实说话呢？张悟本这个人呢，我认识，虽然不能说对他这个人多熟悉，我们关系多好，可是这个人呢，我还是有一定了解。张悟本给我看过病，今天呢，我就把我跟张悟本接触的前前后后，咱们实话实说。我从我的角度客观的说说张悟本是个什么人，他所谓的这个食疗好不好使。我和他接触呢是2009年的3、4月份，那个时候啊，我在这个北京电视台财经频道主持一档财经生活类的栏目。当时这个栏目前面呢曾经做过一些养生的，所以当时正在崛起的张悟本，那阵张悟本远没有现在出名，可能就瞄上这个节目了。然后呢，他通过他后边的运作公司啊，跟这个节目的制片人呢和编导有接触。那么后来这制片人跟编导呢跟我聊，说老梁，我们最近发现一个神人，这人挺厉害。他的理论是，既然这病啊是吃出来的，只能吃回去。所以这两个人呢就说，老梁，你呀
应该跟这位接触接触。你们糖尿病吗？让我们给你看看。就这么着呢，那好几回。在这个4月份的一天吧，今年4月份的一天，我就到了这个张文本当时的一个国家诊所，其实它对外是一个健康咨询机构，一个咨询所，位置呢就在咱们中国中医科学院，挨着中医科学院墙外，这个地方叫健康之家，现在在北京东直门南小街一带。我到了他那儿去呢，张文本呢挺客气，我一看这人这长得不像知识分子的样，但是呢挺热情，给我的感觉像个买卖人，倒像是张张罗罗的一个老板。因为我小时候呢对中医有所了解，说我们俩就从中医这聊起，他就给我把脉，然后说说我这糖尿病是。前后呢我们聊了有2个多小时，走的时候呢给我开了一个食疗的方子。这个方子我估计咱们不少信张本的朋友家里都有，就是一天要喝绿豆水，晚上呢吃生茄子这个再吃点白萝卜，基本就这些。然后还有一些针对我糖尿病一些症状的，你比方说这个眼睛不太好啊，他提出了他一些诊疗方法。聊了2个多小时，真客气，我们这个再见。出来之后啊，我和这个栏目的编导制片人呢，他们说怎么样，真请神吧，老梁你照他这来吧，你得慢慢养你的身体，这糖尿病就在养。我说对不起，我一点都不信任，我认为他说这东西没谱，不准。他们当时很多说我们听着挺好，你怎么认为不准呢？我说我这方面有一些常识，我为什么那个时候我就不信张武跟我说这些？基于2点原因。第一点，我是糖尿病，我父亲也是糖尿病。要说这个病呢，对于我来讲呢，有点久病成医的味道。那么他给我提出治糖尿病这些招，对不起，我真是不敢管。基本上他讲，糖尿病合并症怎么出来的？就吃药吃出来的，根本就用不着吃药。这个观点说实在的，多少年前似曾相识。黑龙江当时有个挺有名的大夫，就号召糖尿病人不要打胰岛素，打胰岛素就出现这个依赖了，不好了。他后来说了句实话，说你们可不能打胰岛素，都打胰岛素谁买我们制的药啊？你看看，这就利益驱动了。那么张武本说糖尿病合并症是吃药吃出来的，这个就存在着很大的问题。首先我就不信他这个结论。再一个他讲血糖，说你吃生茄子，吃这个生的菜，他讲生茄子，茄子一炒它不吸油吗？你生茄子进肚子里头就吸你肚子里油，第二天早上血糖不就降下来了吗？用这样的口跟我说，我更加不信了。进入到人体组织的油，那不像说是你拿着生茄子，拿个抹布抹桌子上水一下就干净了。他说的有点太武断，太直接，而且这个理论跟现代科学来讲，你找不着什么科学依据。尤其他第3点，他跟我说，眼睛有毛病，不就眼压高吗？就得放血呀，让我每天晚上拿着测血糖的小针扎脚趾头，一天挤出2滴血来，我哪敢照他这来呀？本来糖尿病人这足底保健就非常重要，糖尿病人血糖高，破了口就不容易封口，我再这么一扎，我要了我亲命了呢，我敢吗？所以他跟我说完这些跟糖尿病有关的理论，什么怎么降血糖，什么合并症之类的，我就不信了。因为这跟我了解到的这么些年积攒的糖尿病知识几乎是背道而驰的。我绝不相信他这么一套理论就能颠覆10几年我知道这些糖尿病研究成果。如果他真能颠覆能治糖尿病，他就不在这搞什么健康之家，他去领诺贝尔奖金去不就完了吗？攻克糖尿病是多大的医疗成果，所以从这个层面我就不信了。另外一个，我们那些编导和制片人呢，他不了解江湖。咱们很多人说江湖就打打杀杀，不是，江湖就是挣钱，能挣这些钱来，这叫江湖买卖。你像算卦的、卖药的、打法是卖艺的、说唱的，这都算江湖。江湖有它独特的一套东西，就我们说江湖口叫刚口，就他说这个话呀，目的在于挣你的钱，
它有一套很系统的东西。何谓钢口呢？最简单的，大家看春节联欢晚会刘谦儿，那么刘谦儿在给你变魔术的时候呢，为了吸引你的目光注意力，他手上好使活呢，他嘴上有话，经常说一些笑话啊，或者吸引你注意力的，这个就叫钢口。他有一套方式，这是他挣钱的基本的一种方式。那么在这个张武本身上，由于我对江湖有所了解，我发现他这个东西是成套路的，有人教。什么意思呢？比方说你一进来他给你看病，他先跟你说这东西都是往往想从你兜里挣到钱。你比方说一给我把脉这件事，你这个大便不正常吧？我说有一点，说不成形，不成形，是不成形。其实这个是糖尿病人常见的一个症状，他把这个症状说出来了，直接说到你心里去了，然后再讲为什么不成形呢？你脾虚脾怎么的，他讲一套理论，然后接着他针对脾虚，他拿出治疗方式，比方说用什么样的食疗，喝绿豆水怎么着。接着他举一个极端例子，有个老头，这50多岁了，比你这严重，那简直那这怎么样怎么样了？一说我这几个月好了，是不是？他搁一个极端的例子来暗示你，人家那样我这都能好使，何况你这很轻，你没事简单照着来就行了。他这是按一个顺序，一点点把你引到他设计这么个范围之内，这个叫钢铁。而作为一个认认真真研究医学的人，他不大可能有机会，即使有机会接触江湖口，他也不会去学这个东西。那么现在张武本呢，为什么我说他有江湖口呢？背后给他研究事这个人很懂社会的这些各种各样的法律法规。你现在工商局到他那去查去，你没法去把张武本给抓起来，为啥呢？人家不是非法行医，人家没行医啊，他从来没说他那是个医疗机构，我也没说我给你看病，我只是说食疗，他那也不卖任何药，只是就是绿豆的方子，什么生茄子，我就这些东西。说收钱说挂号，人家叫健康咨询税，说2000一个号说排到明年去了，后年了。你看我这健康咨询费，我不是卖药，我也不是给你看病，非法行医你抓不着我。就是他背后的团队对现行的法律法规掌握的门清，了如指掌，你没法非法行医去收拾。所以这是张武本非常聪明的地方。我们看这个是什么人让张武本这么快好问？有人说他背后有个团队，文化公司给他运作，那是一方面。但是他通过什么红的呢？两头，一个出版社给他出书，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再一个各大电视台，什么湖南卫视、北京台，各地方都在宣传张武本，包括中央电视台。甭管你是年轻的，还是中老年人，还是健康人，还是有病没病的人，记住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也就是3句话：皇帝的早餐，大臣的午餐，叫花的晚餐。可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你看这个一夜之间张武本倒台了，这些媒体都站出踢张武本，给我的感觉好像在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假养生运动当中，只有张武本一个人是罪人，大家都是受害者，电视台也受害者，出版社也受害者，咱老百姓都不用说，都受害者，就张武本一个害人的，张武本好像这事儿就过去了，好像大家都是正义的，就张武本一个人把大伙忽悠了，那怎么可能呢？没有电视台的宣传，没有出版社的宣传，张武本怎么活起来的？所以在这一块我们要反思反思，电视台跟出版社也是既得利益者，从中得了很多好处。张武本所说他现在挣那些钱，我估计有很大一部分流入到这些机构的腰包当中。从这一点我们也再看出来，现在的电视传媒他有的时候真秉持着自己的良心在宣传东西吗？比方我们前2天在老梁看电视节目当中，我给大家说到百家讲坛，我不认同于丹讲那个遇到一切问题放弃外部抗争，都从内心找原因，我认为这是精神麻醉剂。可是于丹的书卖的这么火，如果假如说他宣传的东西有问题的话，那么是不是百家讲坛在这当中充当了重要的推手呢？他在精神上给一些人带来一些危害，通过电视栏目，通过出版大面积扩散了，这个跟张武本出这本书
有很大的本质的区别吗？我看不见得。所以就是我们现在的媒体是不是秉持着一种独立操守、独立判断？你是一个劲儿的跟风，哪有利益我就往哪去，这是我们在这次批张本过程当中应该反思的。但最后有一点特别有意思，张本红起来好像突然红起来了，可是他背后有推手，我们也能清晰找出文化团队包装的，上各个电视台做节目，最后后来火起来了。可是他下去了，一夜之间就下去了，好像各个媒体批他，就一宿的功夫就都批他了。那这是有一个科学团队完全否定他吗？不是，到现在为止，我们说相关专家也没有系统完整站出以权威理论揭示张本到底哪儿不对哪儿什么的，把他彻底给批倒，我们没有看到。所以我倒觉得张本几天之内红起来，这个倒在我们社会司空见惯。可是在一夜之间，张本又被黑下去了，又被彻底打下去了，这个是倒是更加值得我们要怎么做，这事儿有意思。好，感谢收看这期老梁故事会，我们下期节目再见。